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又爱又恨的神奇水果榴莲，它被誉为水果之王，却有人闻之色变。关于它好不好吃，世人争论不休。有人形容它气味犹如地狱，但滋味却宛如天堂。为什么榴莲能有如此极端的评价？为什么即使存在巨大的口味争议，它依然能够号称水果之王？而华人对榴莲的狂热更是震惊世界。这种外形诡异、气味独特的水果，又是如何在漫长岁月中演化出如此离谱的特质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榴莲的前世今生，带你看看榴莲凭什么称王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没有哪种水果像榴莲这样两极分化，爱它的人欲罢不能，讨厌它的人避之不及。有句俗话形容的恰到好处，闻起来像地狱，吃起来像天堂。榴莲成熟时散发出强烈的气味，让不少初次接触的人瞬间皱眉。有人说，它闻起来像腐烂的洋葱、臭鸡蛋，还带点下水道的味道。但在喜欢它的人鼻中，这气息简直是诱人的香气，是甜蜜浓郁的果香。榴莲的独特点味实在太出名，以至于在东南亚很多城市里，公共交通工具和酒店都明令禁止携带榴莲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地铁车厢门口常能看到一个红色叉叉划过榴莲的标志，仿佛在说本车厢谢绝重度异味人士。有游客初来乍到，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怪味，还以为哪里出了煤气泄漏，结果发现是附近有人打开了榴莲。前些年，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图书馆甚至因榴莲引发了一场乌龙，刺鼻气味让人误以为毒气外泄，短短几分钟内紧急疏散了500多人。最后发现元凶竟是一枚被遗忘的榴莲。还有一次在印尼，一架飞机载货舱装了太多榴莲，浓烈的味道熏得整机乘客抗议，硬是拒绝起飞，逼得机长只好把榴莲卸货，才肯继续旅程。看吧，榴莲的臭名可以说是臭名昭著，威力堪比生化武器，连飞机都差点被它拦下。然而戏剧性的是，这种让人捏着鼻子逃跑的气味，对爱榴莲的人来说却如同天堂的召唤。他们形容榴莲的香气浓郁馥郁，入口的口感更是绝妙，柔软如奶油布丁，香甜如蜜，还伴随着洋葱和奶酪般的奇特风味，层次复杂又无可取代。许多榴莲爱好者回忆自己最初品尝时，都用了上瘾这个词。一旦克服了最初的气味门槛，尝到那一口细腻香甜的果肉，从此便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正因如此巨大的反差，榴莲成了美食界最富争议的存在。有些人发誓这辈子绝不踏入榴莲一口，但也有人远渡重洋，只为再尝一口榴莲的滋味。19世纪，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·华莱士就曾感慨，吃榴莲是一种值得你特地到东方来体验的人生大事。这位与达尔文齐名的自然学家，初遇榴莲时也被气味吓退，可随着旅居东南亚多年，他终于鼓起勇气细品榴莲的滋味，结果大为惊艳，写下了榴莲的传奇描述。他说，榴莲的果肉像极了浓郁的奶油布丁，加上杏仁般的香气，虽时不时飘来一丝奶酪和洋葱的联想，但整体风味之美妙让人难以置信。华莱士甚至断言，为了榴莲这等美味，来一趟远东之旅都值得。由此可见，榴莲对于懂它的人来说，确实拥有无与伦比的魅力。然而，那些尚未入坑的人听到这种说法，恐怕要瞪大眼睛。一种闻起来这么臭的水果，凭什么被称作水果之王？这可是臭豆腐、瑞典鲱鱼罐头级别的硬核气味啊！其实，水果之王这个称号可不仅仅是说笑而已。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中，榴莲向来地位崇高。东南亚的人们几百年来对榴莲都是又敬又爱，甚至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和俗谚，足见它在当地人心中的王者地位。传说古时候在东方有位国王非常喜爱榴莲那独特的滋味。据说古代缅甸有一位君主爱榴莲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下令，只要是盛产榴莲的地区，当地百姓可以免除赋税，只需每年进贡榴莲给皇宫就行，能用榴莲直接抵税。这待遇可谓前所未有，足见榴莲在皇帝心中的分量。泰国民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话，榴莲出，纱笼脱。纱笼是当地传统服饰的一种长裙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到榴莲上市的季节，
人们为了买榴莲，宁愿去当铺典当家当，女孩子甚至愿意脱下身上的漂亮纱笼去卖钱换榴莲吃。形象地说，只要榴莲一出现，连衣服都可以不要了。可见榴莲的诱惑有多大。在马来半岛还有俗谚说，砍不断的江水，藏不住的榴莲，意思是大江大河的流水不可能断绝。同样的，榴莲成熟时那股香气你根本无法隐藏，它会像水流一样弥漫开去，谁都阻止不了。这些传说和俗语生动刻画了榴莲在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对东南亚的许多人而言，榴莲不仅是一种水果，更是一年中最期待的盛宴和狂欢。甚至关于榴莲这名字的由来，也蕴含着一段有趣的传说。在中文里，榴莲两字读音恰与榴莲相同，好像暗示着吃了就让人流连忘返。相传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，就和榴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明朝永乐年间，郑和率船队远航南洋。有一次，船队在热带群岛上补给，水手们发现了一种气味奇臭无比的奇怪果子。起初大家捏着鼻子嫌弃，可是在荒岛上肚子饿得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尝试。没想到果肉居然异常香甜可口，众人一吃之下竟然爱不释手，连郑和本人都对这怪果赞不绝口。临走时，郑和特地命人带上几个榴莲上船。传说船队返航途中再次路过那座岛屿时，已经归心似箭的船员们忽然异口同声请求靠岸，就为了再去找寻那令人上瘾的果实。有人问郑和，那臭臭甜甜的果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郑和看大伙如此迷恋流连忘返，便笑着说，既然大家吃的流连忘返，那就叫它榴莲吧。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，但郑和船队真真切切记载了榴莲的存在。他的随行副官马欢在所著《瀛涯胜览》中详细描述了榴莲的样貌和滋味。他写道，有一等臭果，番名独耳烟，如中国水鸡头样，长8-9寸，皮生尖刺，熟则5、6瓣裂开，若臭牛肉之臭，内有素子，大酥白肉14、15块，甚甜美好吃，中有籽可炒吃，其味如栗。注意这段明代记录里用了臭牛肉之臭来形容榴莲的气味，同时又说果肉甚甜美好吃。短短一句话就道出榴莲最矛盾的特质，闻着臭如烂肉，吃起来却甜美无比。马欢还记下了当地语言对榴莲的称呼独耳烟，这其实正是英文 durian 的音译，源自马来语中有刺的果子之意。可以说，中西方在明代就都领教了榴莲的威力，只不过中国人愿意忍着气味去品尝那份甜美，而很多最早的西方殖民者则对榴莲敬而远之，认为那是只有土人才会吃的怪东西。这种带有偏见的目光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，许多欧洲人闻到榴莲都眼鼻皱眉，直到1854年，前面提到的华莱士先生首次在科学考察游记中为榴莲证明，极力赞扬了榴莲的美味，西方世界才开始对榴莲改观。从郑和时代到19世纪，榴莲一路征服了东方的皇室和平民，也渐渐征服了一些勇于尝新的西方探险者的味蕾，可谓是一步步奠定了水果之王的传奇地位。除了文化传说和历史缘分，榴莲之所以被尊为水果之王，还有更实在的原因。例如，榴莲的营养价值在热带水果中首屈一指。民间有句夸张的说法，叫一个榴莲3只鸡，意思是吃一个榴莲的滋补效果相当于吃3只老母鸡，可见大家对榴莲营养丰富的印象之深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榴莲的确富含多种营养，它的果肉糖分高，热量充足，纤维丰富，还有维生素 C、钾离子以及各种氨基酸。难怪东南亚民间认为榴莲是大补之物，甚至坊间还流传榴莲有壮阳滋补的效果，笑称吃了榴莲脚底有风，意思是吃完走路都带劲儿。马来西亚还有句谚语相当直白，当榴莲掉下来，沙龙就掀起来，暗示榴莲在当地被视为一种催情的滋补水果。可见在传统观念中，榴莲不仅好吃，还有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，更增添了它作为王者的神秘光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榴莲性热，多吃容易让人上火，因此当地人还讲究榴莲配山竹，因为山竹被称为水果之后性寒，可以降火平衡。
王和后要搭配着吃，这是不是别有一番趣味？有了以上种种因素的加持，榴莲虽然饱受非议，却始终稳坐水果之王的宝座。在东南亚，每年榴莲季节一到，简直就是舌尖上的狂欢节。各国都有自己的榴莲节庆典，让果王接受万民朝拜一般。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地每年都会举办榴莲品尝大会、榴莲嘉年华，大家围坐一起拼榴莲，大快朵颐，场面相当壮观。榴莲不仅本身风头无两，还衍生出许多创新的吃法：榴莲蛋糕、榴莲冰淇淋、榴莲酥、榴莲泡芙，甚至榴莲炒饭、榴莲披萨、榴莲煲鸡汤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当地人几乎是万物皆可榴莲，再稀奇的搭配都有敢尝试的。这也难怪，对真爱榴莲的人来说，只要能突出那榴莲浓郁的香甜，一切混搭都是值得的。可以说，在榴莲称王的版图内，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水果，更是美食灵感的源泉，是文化的标志和骄傲。说到这里，你也许会问，榴莲这么热门，难道只是在东南亚吗？其实，如今榴莲正以惊人的速度风靡整个亚洲乃至世界，而其中尤以华人地区对榴莲的热情最为引人注目。最近这十几年，中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榴莲热。早些年，国内大多数人对榴莲还很陌生，主要是华南少数地方偶尔能吃到进口榴莲。然而，大约自2017年起，榴莲在中国突然大火，全国各地的年轻消费者纷纷加入争相行列。据统计，2020年中国进口水果中，按金额计排第一位的就是榴莲。短短几年间，榴莲从一种小众的进口水果，一跃成为中国人最追捧的顶流水果之一。2018年，中国进口了约43万吨榴莲，到了2024年，猛增到超过150万吨，进口量翻了数倍，创下新高。如今，仅中国一国就消耗了全球榴莲供应的8-9成以上。这种爆发式的需求增长，震惊了榴莲的主要产地东南亚各国，他们甚至担心中国人如此狂热，会不会哪天突然吃腻了，让扩种的榴莲滞销。现如今，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尼乃至老挝都在你追我赶的扩大榴莲种植，希望搭上中国榴莲热潮的顺风车，发一笔财。泰国原本是中国榴莲的绝对供应大户，但近年越南后来居上，大量榴莲透过陆路源源不断运抵中国。马来西亚也在2024年获批向中国出口新鲜猫山王榴莲，虽然起步较晚，但胜在品质上乘，深受中国高端消费者青睐。一时间，整个东南亚都围绕着中国胃口转，哪里榴莲好吃就销往中国。为了抢占市场，有些原本种咖啡和橡胶的园地都改种起榴莲来了。中国消费者对榴莲的迷恋不仅体现在进口数据上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大城市里，榴莲早已登堂入室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美食元素。万物皆可加榴莲的创意在中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各种榴莲味的甜品、饮料、正餐层出不穷。榴莲奶茶、榴莲雪糕、榴莲千层糕自不必说，就连榴莲火锅、榴莲烤肉都堂而皇之登上餐厅菜单，令人瞠目。广东有家主打榴莲鸡煲的连锁店，卖出几百万份榴莲鸡锅，还推出榴莲汉堡等奇招，引得食客争相打卡。在深圳还出现了一家榴莲自助餐厅，号称有200多道榴莲料理任你吃，从榴莲粥、榴莲薄饼到榴莲蛋糕，甚至榴莲炒蟹，让人大开眼界。这家店每位收费199元人民币，开业后视频在网络上疯传，网友直呼这简直是榴莲爱好者的天堂。在抖音上，有关榴莲吃法的话题浏览量动辄上亿，榴莲烤肉、榴莲自助这类标签已经累计超过10几亿次观看，可见榴莲在年轻一代中的热度。有趣的是，曾经困扰榴莲爱好者的一件事，吃完满身味道，如今在中国反而被调侃为一种荣耀。年轻人间戏称，如果你的包包和衣服里飘出淡淡榴莲味，那简直是在暗示我是有品味的榴莲真爱粉。随着榴莲狂潮的兴起，一些有意思的新词也在中文网络上走红，榴莲自由就是其中之一。所谓榴莲自由，指的是能不用心疼钱包随心所欲买榴莲吃的状态。由于榴莲价格不菲，
过去一直被视为高档水果，不少人感叹吃不起。每到榴莲季节，网友们就盼望价格下跌，好实现榴莲自由。2023年夏天，随着越南和泰国榴莲大量上市，中国市场榴莲价格一度跳水，甚至传出100元5个榴莲的超低特价，顿时引发社交媒体热议。榴莲自由要来了，窜上热搜，无数吃货为之心动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到了后来价格回涨，榴莲自由又变成遥远的梦。另一个有趣的词是榴莲刺客，这源自于网络对一些暗藏高价商品的戏称，比如你在水果店挑了一块看似不起眼的榴莲肉，结账时却被高昂价格刺了一下，钱包中箭。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高消费体验就被称作榴莲刺客，可见榴莲在中国有多火，连价格贵都能上热搜，引发全网讨论。甚至日本媒体都注意到中国的榴莲热，分析年轻人追捧榴莲的原因。有人觉得榴莲的浓郁口感很对中国味，有人纯粹是赶潮流尝鲜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近年物流发达，进口量大增，连东北、西北这些传统上吃不到榴莲的地方，如今超市里都陈列着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榴莲。大家看得多了，好奇心一起，自然就想尝尝看。当社交网上一个个美食博主大快朵颐榴莲，赞不绝口的视频疯传，榴莲的魅力开始感染四面八方的人。的确，很多人也许第一次闻觉得臭，但是在朋友安利和猎奇心理驱使下尝了一口，结果真香定律发生，从此爱上榴莲的独特风味。可以预见，随着更多人愿意尝试和接受榴莲，这股热潮还将持续蔓延。而对那些依然抗拒榴莲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怎么也想不到，如今全世界大部分的榴莲居然都是被中国人吃掉了。这还真不是夸张。有统计显示，现在全球榴莲贸易量中，超过80%最终流向了中国市场。华人的热情硬是把一个臭水果变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大生意，难怪外国媒体感叹中国胃口震惊世界。当然，狂热归狂热，理智的声音也有。有人担心中国这波榴莲热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，一旦大家新鲜劲过了，东南亚各国疯狂增产的榴莲可能供过于求。还有人关注食品安全，毕竟大量进口也带来品质良莠不齐的问题。曾经就有检验发现，某些批次榴莲重金属超标，或者为了外观而染色，让消费者忧心忡忡。面对种种挑战，中国和产地各国也在加强合作，一方面严把质量关，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企业干脆跑去海外投资种植榴莲，直接从源头掌控品质。同时，中国国内也在尝试种植榴莲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过去觉得只能依赖进口的榴莲，现在在中国广西、海南的试验园里已经开花结果。2023年，广西玉林种出的首批榴莲收获上市，虽然产量不大，但象征意义非凡。2024年，海南也迎来首波榴莲成熟，许多榴莲控一听说国产榴莲挂果的消息，个个欣喜若狂，纷纷喊着榴莲自由有望了。可以预见，如果未来中国南方能大规模种出高品质榴莲，价格下降，消费者自然更加随心所欲，榴莲经济还将释放更大的能量。聊完人们与榴莲之间爱恨交织的故事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榴莲本身。这么一个奇特的水果，在大自然中是如何演化出这副模样的？毕竟说它诡异一点也不为过。个头硕大，浑身长满尖刺，不像一般水果那样香甜诱人，反倒散发着类似腐臭的气味。这一切都违反我们对水果的常规印象。水果不应该是香甜可口，用鲜艳的色彩和香味吸引动物来吃，帮它传播种子吗？榴莲仿佛反其道而行之，走上了一条重口味的进化之路。然而，大自然的奥妙就在于此，每一种极端特性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环境中的生存智慧。让我们回到东南亚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去寻找答案。榴莲树是一种热带常绿乔木，高可达20-30米，枝繁叶茂，栖身于湿润的雨林深处。想象一下，在那终年高温高湿、植被浓密的环境里，植物们为了繁衍后代，各显神通。有的水果演化出鲜红橙黄的外皮，方便鸟儿老远就瞧见；有的散发出清甜果香，引诱猴子松鼠寻味而来。而榴莲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，用气味和体积取胜。
首先，榴莲树的花朵就与众不同。榴莲花在夜晚绽放，开的是淡黄色带白的花瓣，清香中带点麝香味，专门吸引夜行的动物来帮忙授粉。谁是它的访客呢？科学家发现，榴莲花的主要授粉者是一种大蝙蝠胡蝠，也就是所谓的果蝠。当夜幕降临，大型果蝠被花朵的气味吸引，飞来吮吸花蜜，结果鼻子和身上沾满花粉，在雨林夜空中穿梭，把榴莲的花粉带往其他树上。可以说，没有蝙蝠就没有榴莲丰收。难怪在马来西亚有研究称胡蝠是榴莲的守护神，还专门倡议保护蝙蝠，以确保榴莲的授粉。榴莲花与夜行蝙蝠的合作是大自然精妙的安排之一。授粉之后，花谢果结，接下来榴莲果实慢慢长大。榴莲果实发育的时间较长，通常几个月才能成熟。一颗成熟的榴莲个头硕大，动辄几公斤重，外壳厚，硬且密布尖刺。当果实完全成熟时，它会自动从高高的树梢坠落下来。是的，榴莲是等果子熟透自个儿掉下来，而不是等动物来采摘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榴莲有那么坚硬的外壳和满身尖刺，从20多米高空掉落。如果外壳太薄软，果实还没传播种子就摔个稀巴烂了。而有了坚硬外壳做保护，哪怕重重摔在地上，果肉和种子也能保持完好。此外，浑身的尖刺就像一层钢铁刺甲，既在下坠时起到一定缓冲和减震作用，也能在掉落后保护果实，避免小型动物随便啃食。毕竟榴莲的种子很大，一般的小鸟小鼠根本吞不下这么大的种子，它真正需要的是大型的搬运工。那么榴莲究竟指望哪些动物来帮它运输种子呢？科学家观察发现，在野生环境中，榴莲的主要种子散播者是大型哺乳动物，例如东南亚雨林里的长鼻朋友亚洲象。没错，大象酷爱榴莲的味道和果肉。当榴莲成熟坠地后，那强烈的气味其实正是大自然发出的广告，用远距离的气味传单告诉丛林里的大象、野猪等，快来开饭啦，这里有熟透的榴莲。大象的嗅觉灵敏，能闻到远处榴莲散发的独特气味，循着气味找到果实后，用它强而有力的脚或鼻子踩开后壳，尽情享用里面的香甜果肉。大象吃榴莲时，通常会吞下果肉，连带一些种子。由于榴莲的种子又大又硬，大象的胃肠无法消化它们。几天后，这些种子会随着象粪被排泄在远离母树的地方，于是榴莲的种子就这么被运输，播撒到了更广的地域，继续萌芽成长。除了大象，像马来熊、野猪、长臂猿等较大的森林动物也都可能成为榴莲的食客和种子传播者。就连灵长类的红毛猩猩也对榴莲情有独钟。是的，那些在动物园里优雅的红毛猩猩，到了丛林老家会变身榴莲狂魔。它们毫不在意榴莲的臭味和尖刺，小心翼翼地剥开果壳，大口吃起果肉来，那叫一个香甜满足。有趣的是，人类嫌弃的气味在很多动物鼻子里其实未必是臭味，反而代表着营养和热量的诱惑。对红毛猩猩来说，榴莲或许就是他们最爱的森林大餐之一呢。这样看来，榴莲的重口味策略其实极为高明。在雨林环境里，果子掉在厚厚的腐殖质地面上，如果没有气味，很可能没几天就发霉腐烂。而榴莲选择了散发强烈的硫磺味道，迅速吸引远处大型动物前来，把果实吃掉。这些动物个头大，活动范围广，无形中替榴莲完成了长距离的种子运输。一棵榴莲树可能周围几公里才有一只大象，但它只要把气味做足，哪怕稀少的象群也能嗅到信息来赴宴，这比指望一般小动物效率高多了。难怪有生态学家形容榴莲是植物与动物合作的美妙范例。榴莲提供营养丰富的果肉，大型动物提供免费快递服务，各取所需，互利共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榴莲那刺鼻的气味就不再是进化错误，而恰恰是环境选择下的精巧结果。试想，在远古时代的热带森林里，也许曾经生活着更多大型动物，甚至包括史前的大型象类和其他巨兽，它们或许都是榴莲的天然散播者。榴莲用气味招揽巨兽，用美味回报它们，成功的让自己的基因遍布森林。可以说，榴莲能成为森林之王，凭的就是这套与众不同的生存绝技。
从生物学上讲，榴莲属于锦葵科杜尔奥属植物，和可可树、木棉甚至棉花都是远亲。这些亲戚多数没有榴莲那么奇特的气味，唯独榴莲另辟蹊径，大概就是在进化中发生了基因的特殊武装。科学家在2017年对榴莲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，发现榴莲的基因数量竟高达46000多个，几乎是人类基因数量的2倍。榴莲这庞大的基因库里，有一群基因特别引人注意，它们负责合成一类叫做挥发性含硫化合物的物质，简称 VSC， 也就是赋予榴莲臭气的罪魁祸首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榴莲体内这类基因的拷贝数量明显多于许多其他植物，而且在榴莲果实成熟时，这些基因会被疯狂启动，导致硫化物大量产生。测试显示，一颗榴莲成熟时，某些关键致臭基因的表达量竟比平时高出2000多倍。难怪榴莲一熟透，气味就远飘10里，连邻村的人都知道你家榴莲熟了。科学家推测，这极端的基因扩增和表达强化，应该就是榴莲演化出的独门武器，让它在竞争激烈的雨林中脱颖而出。大自然相当公平，当大多数水果走清香甜美路线时，榴莲劈出了重味道这条怪胎路。但结果证明，这条路在它的生态位上行之有效，并让榴莲的祖先繁盛开来。现代常见的榴莲只是其中一种，可是在杜尔奥属下，至少还有30多种榴莲亲戚，有的可以食用，有的果实小或味道怪，人类不爱吃。其中有些野生种甚至是香味宜人，没有那么强烈臭味的，但偏偏是这种又臭又美味的榴莲 Zebathinus 成为了最成功、传播最广的一种。或许正因为它最极端、最特立独行，反而赢得了演化和人类的双重选择。讲到人类，其实榴莲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名气，除了自身本事过硬，也多亏人类的再加工。天然状态下，再怎么称王的榴莲，它的分布也局限在东南亚一带热带雨林里。然而如今榴莲出现在超市、水果市场，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，遍布全世界的华人社区，靠的可是人类的贸易力量。过去因为榴莲保鲜难，很难远距离运输，所以主要产地吃得到，外地人想吃的专程跑。现在冷链技术发达了，泰国人大量采用速冻技术，把榴莲果肉冷冻后出口，使其能长途跋涉保持风味。于是10几年前开始，冻榴莲搭上海运、空运，就这么登陆中国和其他国家。冷冻的金枕头榴莲，泰国一种主栽品种的果肉，被中国吃货们第一次尝鲜，就掀起了不小波澜。很多人虽然吃的是零下几十度保存的榴莲肉，但依然感受到那独特香浓，纷纷爱上这味道。一时间，泰国金枕榴莲在中国热销，成为高档水果的代名词。随后，马来西亚的顶级品种猫山王榴莲以风味浓郁著称，也借由液氮冷冻技术进入中国市场。相比金枕头偏甜的口味，猫山王带有明显的苦甜交织风味，更加浓烈厚重，被老饕奉为榴莲中的劳斯莱斯。虽然早期马来西亚只出口果泥和冰冻果肉，但这依然难不倒榴莲发烧友们对极致口感的追求。这股势头也促使各国纷纷谈判开放鲜榴莲市场。直到近年越南榴莲、马来西亚榴莲陆续获准，以新鲜全果形式出口中国，国内消费者终于可以品尝到更新鲜、更品种多样的榴莲。例如，以前中国市场上几乎只有泰国的金枕榴莲，如今马来西亚的猫山王、黑刺、越南的乾隆榴莲等各具特色的品种都陆续登场。榴莲品种多达200多种，每种都有拥趸者，有的偏爱甜中带酒香的，有的钟情浓苦味重的。这让吃榴莲变成一种探索王者家族奥秘的体验。不同的王子公主各有各的性格。随着产业发展，科技也在榴莲身上做起文章。前面我们提到基因组研究，除了揭示榴莲为何这么臭，科学家们也在思考能否改良榴莲，让更多人接受它呢？例如，泰国的育种专家早些年就培育出所谓无味榴莲，试图减弱榴莲刺鼻的气味，但这一举动立刻引来榴莲爱好者的强烈抗议。没有榴莲味的榴莲还算榴莲吗？这不是削去国王的皇冠吗？许多榴莲达人表示，榴莲的灵魂就在那股气味，闻不到味道哪还有灵魂？看来臭对他们而言早变成一种香。
一道榴莲狂热者身份的勋章。所以那些低气味品种虽然存在，但远远达不到商业主流。还有研究团队提出，未来或许可以透过基因编辑调控榴莲的糖分，培育出低糖榴莲，让糖尿病人也能安心品尝。但想一想，榴莲之所以美味，正是由于它高糖高脂的浓郁口感，真把糖降了，脂减了，还有几分滋味呢。听到这些黑科技消息，许多老饕也是将信将疑。在他们心中，榴莲之所以是王者，恰恰因为它走极端路线，不妥协迎合，所以与其把榴莲变得平庸，大多数榴莲迷宁愿慢慢影响他人，去接受它的与众不同。反过来说，人们对榴莲的改造更多体现在种植和供应链上，而非改变其本质。在各方努力下，我们已经把榴莲从热带雨林带到了世界各地的餐桌。这颗原本只属于东方丛林的奇葩果实，如今靠着无数自来水的安利，正在全球圈粉。甚至在西方国家，一些勇敢的美食家开始举办榴莲品尝会，邀请当地人蒙着鼻子挑战味蕾。不少人真尝过后，也从嫌恶转为惊喜，感叹原来这玩意儿这么好吃。有的美食评论员把榴莲评为世界上最误会重重的水果，因为它用臭味把人拒之门外，但内在却藏着天仙般的美味。或许未来有一天，榴莲的魅力能征服更多文化背景不同的食客，到那时，榴莲这位水果之王将会有更大的舞台。总的来说，榴莲的故事就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进化与文化史诗。它在自然中以奇招制胜，与蝙蝠为友，邀大象做盟，成功繁衍后代。在人类社会，它又以颠覆常理的风味，挑战着人们的感官极限。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，从古代郑和船队到现代吃货大军，都对它又爱又恨。如今，榴莲不仅没有因为重口特质被边缘化，反而靠着死忠粉们的推崇登上世界水果贸易的王座，其传奇程度甚至超出了自然本身。有人打趣说，上帝创造榴莲也许是想捉弄人类的鼻子，结果人类用舌头战胜了鼻子，爱上了榴莲。人类的味觉适应力与好奇心让榴莲的命运发生了有趣的转折。原本它的臭味是为森林巨兽准备的密码，却阴差阳错打动了人类。最终，我们不仅没有嫌弃它，还把它奉为王者，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种植规模。这或许是榴莲自己都没料到的进化 bonus 吧。回到我们最初的提问，榴莲好不好吃，恐怕永远没有标准答案，就像榴莲的气味和味道截然相反一样。不同的人对它的评价永远南辕北辙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榴莲绝不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水果，它极端、张扬，充满个性，犹如一位霸气十足的国王，让朝臣又敬又畏。有人甘愿为它顶礼膜拜，也有人巴不得与它老死不相往来。但无论你爱它还是恨它，榴莲都已在那里散发出属于它的独特气息，吸引着勇敢者上前一探究竟。从远古雨林到现代都市，从野生巨兽到亿万吃货，榴莲一路走来，争议从未间断，热度也从未消减。这或许正是水果之王当之无愧的风范引起轰动，留下传奇。未来，随着科学深入研究和全球交流，榴莲可能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培育出让人毫无负担的榴莲新品种。也许榴莲文化会像寿司、生鱼片一样被更多西方人接受，又或者榴莲永远都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，但这反而更加增添它的神秘与魅力。无论如何，榴莲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王者实力，哪怕饱受非议，依然靠着无可替代的风味征服了千万人的心与胃。这就是榴莲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臭与香、爱与厌、传统与潮流交织的故事。水果之王的宝座，榴莲当之无愧，而我们呢？是臣服在它浓郁芬芳之下，还是继续对它敬而远之？答案就留给每个人的鼻子和舌头去决定吧。